是你的火花。这道密门通往我们古堡的后洞，也是你被狼狗追逐的神秘禁区。哥，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你已经把真相都说出来了，我还能不这么做吗？它是火花，是 Angel 心心念念的小花，是一朵想要烧毁我们的小花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是让他知道他要烧毁的是什么。你这样做，不会吓到安正吗？雪花，不再是你在孤儿院一起生活的雪花，她已经32岁，或者33岁，我们弄不清楚了。早在11年前，她就病了，因为她害怕让外界知道她病了。我们千辛万苦地隐瞒病情，因为她不能再唱歌了，所以她也失去了求生的意志。现在你可以隔一段距离看着她，但是不能吓到她。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吗？你可以做到吗？他生了什么病？那个病名叫运动神经元疾病，又叫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，或是葛雷克氏症，也就是一般人称为渐冻人的一种疾病。应该是50、60岁的人才会发病的，而 Angel 却在20岁发病。经过这么多年，他已经不会动，不会走路，也有3年没说过话。他没有被我囚禁，是被这个病囚禁了。这病最残忍的一点，他的思想是清晰的。他还活着，他就这样活着。是。我用一个医疗团队，随时守护着他。急救室就在隔壁，因为他随时有点状况，就需要进去。上次你来古堡凌晨3点的骚动，就是他出了一点小状况。好在那只是虚惊一场。他还活着，我还能见到他。他会认出我吗？你不许去跟他说话。给你5分钟，你就退出房间。我不能冒险。如果他情绪波动，他很可能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并不真想害死他，对吧？哥，我反对，你不能这样做，这样做太冒险了。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他逼得我无法选择。事实上，带他来古堡，我就是要让他面对真相。走，我们去古堡中的禁区，去看你的雪花，你所谓的被害人。走。你穿上它，
冒充护士，不要靠近他，不要碰他，不要跟他说话。他现在比一片真正的雪花还脆弱，随时都会融化。你要有个心理准备，你的雪花，如果在10年前或者8年前被谋杀，可能会比现在幸福。今天看起来，您的状态非常的好，是否心情也很好呢？Angel， 我来了。我想帮你带个礼物来，但是我又怕吓着你。你有话想对我说吗？你的眼睛眨动了3下，我把它翻译为“我爱你”，或者你说的不是这样，而是我恨你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，我都接受，因为我心里只有我爱你。其实这些话你都知道，你都听腻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还会流泪，证明你还有各种感觉，起码有被爱的感觉。请你为了我，把这种感觉维持住，好吗？你知道吗？瑞士已经在研究新药，我已经预定了，即使是试验，我也愿意。请你为了我的不舍跟自私，再勇敢地支撑下去。我知道，10年前我做不到，10年后我还是做不到。现在我们还有希望，我还紧紧抱着那份希望。我不能让你死，请你原谅我。雪花，不许去！他已经有10年没有见过生人了，对于他来说，你就是一个陌生人。他惧怕每一个陌生人。可是我是他的活花。他说过，我不会融化他，我可以温暖他，我可以支持他，我是他的火花，
我可以燃起他的生命力。我哥他用了10几年的爱都没有燃起他的生命力，你这个童年的火花，用来烧毁我和我哥比较有效，不要去打扰他。走，雪花，走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这样活着，原来他被这种病打败了。他在向我们呼救，他要我们烧化他、淹没他、炸开他。他根本就不想这样活着。你懂了，你懂得还太少了。你跑过来半年，当了黑天使，报复了我和我哥，而我们却和你的安卓跟那个该死的第三者缠斗了11年。第三者，那个病，就是我哥和安卓之间的第三者，顽强的第三者。那个沙可只是一个烟雾弹。你懂什么？你是最无知的一个，你比那个病还要残忍。看完了你的雪花，就在他的房间休息吧。我走了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留下来陪我说说话，或者你骂我也行。我不知道雪花还活着，我以为她死了，我以为她被你哥害死了。如果她还活着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说她死了呢？为什么还有雪花的坟墓？为什么还有警方记录说她坠海而死了？所有的这些死亡报道，才让我误入歧途的。这些问题你可以问我哥，是他和雪花的约定，是他们2个商量的结果。还有，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去问我哥。如果他高兴，他可以回答你；他不高兴，也没有任何必要告诉你。我走了。齐飞，原谅我。原谅我，你说过你不会恨我的。不要靠近我，不要碰我，不要对我说那些毫无意义的话。那天把你救出地窖的我，已经被你谋杀了。今天的这个我，不会因为你说了些什么话就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的，所以你什么都不要说。你完全不爱我了吗？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，我爱上的是一个骗子，是一个我想象当中的人物，是一个虚幻的人物。当这个人物揭开他自己真正的面目的时候，我面对的是我的无知，我的幼稚，我无地自容。你帮我想一想，这是原谅与不原谅的问题吗？这是找不回自我的问题。你把我都已经毁灭得干干净净的，现在连谁是齐飞我都不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在一起发生了太多事，你已经不知道谁是齐飞，我也不知道谁是叶凡，我甚至不知道谁是齐月，谁是雪花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恨我，我不会再祈求你什么了。
小齐先生，东西拿过来了。放下吧。我连夜派人去贝斯那儿，帮你拿了一些换洗的衣服。这些东西都是贝斯帮你准备的。你的各种用具和衣服，应该都会有。你洗个澡，把自己收拾得像样一点。古堡里大概没有你适合的衣服。你还是爱我的，只有你在我是个囚犯的时候，还希望我不要太狼狈。你少做梦了！我只是不想古堡里有一个发愁的囚犯而已。雪花，雪花，我看过被囚禁在肉体里的你，我知道你现在生不如死，而我失去了气氛，也生不如死。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救你？你又怎么样才可以救我？刚刚，凯文打电话来说，抓到秦恩了。秦恩怎么说？最后2次的捣鬼，不是叶凡做的，是他做的。那这么说，叶凡说的都是实话了。自从纪念日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是黑天使了。是秦恩利用了叶凡的招数，继续了恶作剧。怪不得后面2次没有出现黑天使这个名词，是我们把全部的责任都归到黑天使的身上。那么叶凡在图书馆前的那张照片是从哪儿来的？是秦恩用手机拍到的。他跟踪叶凡，想找到些线索，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破坏叶凡跟你之间的交往。去救杂志店的人也是他。我们误会叶凡了。秦恩手里的资料都被搜出来了。那秦恩的电脑呢？有检查吗？凯文说，秦恩电脑里所有的东西都清除了。学校现在怎么样？我让校长先接管一切，等到考完试就放假了。到了下学期，这些风风雨雨应该都会结束了。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叶凡什么时候放出来呢？这还真是个问题。现在他知道所有的真相了，知道 Angel 还活着。万一他说出去，又会造成一个天大的新闻。那我要怎么保护 Angel？ 我认为他不会说出去。对于他困惑的问题，你是不是要给他一个解答呢？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留住他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还爱着他？不爱了。
你弄得清楚自己的感情吗？我但愿我还能爱他，但是我真的不爱了。我现在只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。你痛苦吗？我痛苦到想死，因为我再也不能爱了。人海中谁知道有你有我，我们居然少年没有错过，从此笑过哭过爱过恨过，一路走来纠结折磨，好奇怪，耳边依然飘荡着你雪花，我坐在你曾经坐过的位子上，看着最落魄的我，想着最无助的你。你不想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可是，你还有值得活下去的理由，你还有契约。我呢？我还有爸妈，对，我还有爸妈，我又忘了跟他们说我有多爱他们了。没电了，居然没电了。你书写好了，换好衣服了，有没有吃过一点东西？我吃了一点点。你要进来吗？我就不进来了。我哥要我带你去客厅跟你谈话，那儿比较舒服。跟我走。齐飞，你的童年小镇还在吗？我的还在，我和你共有的那个已经不在了。听说你看到雪花以后有很多疑问，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解释清楚，免得你再去胡思乱想，制造一些无谓的故事。我想，你最大的疑问是，为什么我们要制造 Angel 死亡的假象？说起这个，就必须让你明白，你的雪花，她在得病以前是生活在聚光灯下。有着像天籁一般的歌声，有着最美丽纯真的面貌，可以说是上苍创造出来的奇迹。所以，我给她取名 Angel， 没有任何一个名字比这个更适合她。她不只是我的 Angel，
也是许多粉丝心中的 Angel。每次表演完，我们都会回到这个古堡，那真是一段黄金岁月。这样青春的 Angel， 应该永远不老的 Angel， 却得了人生最残忍的病——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。病人会逐渐失去行为能力，肌肉僵直，成为残障。如果僵化到了肩膀喉头，就会吞咽困难，无法说话，而且无药可治。当 Angel 知道他害了这种病，他就万念俱灰。那时我们还在巡回演出，他还能唱，但是心里都明白，他会逐渐失去所有能力。他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他病了。他说：“祈愿，答应我，让我在人们心中多保留最美好的样子，不要让人知道我病了，也不要让人看到我病了。那个在剧场里的我，在舞台上的我，有美妙歌喉的我，才是真的我。得到肌肉僵直的我，不能唱歌的我，那都不是我。”于是，有了沙河事件。沙河是个小花痴，纠缠我已经有1年了。我们利用了他。我们知道媒体在追着我，我让他们拍到了我跟沙河的接吻照，让同事看到，也让媒体报道。这样 ，Angel 才能一怒退出剧院，不再跟我同台演出。现在你明白了，为什么会有沙河，为什么会有背叛。你传到大家手机里、电脑里的那张照片，就是魔鬼的真实面目的那一张照片。那天晚上，沙河还以为他真的虏获了我。你看过那些连续接吻照，每张都很清楚，面对镜头吧。你没想到那都是我精心安排的吧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有100个脑袋，我也想不到会这么复杂。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这么曲折，这么复杂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随着病情恶化，他失去了所有求生的意志，他根本就不想活了。祈愿，你爱我吗？你明知道我爱你，深深深深的爱着你，深深深深的，深深深深是多少？是你无法测量的，那么深，是我也无法形容的，那么深。那么，你愿意为我做一切事，只要我能幸福？是，我愿意为你做所有你想要的事，来换取你要的幸福。那么，答应我，让我安乐死。我不要活在自己身体的煎熬里，那样我生不如死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一定了解我的感受，帮助我。我怕我自己做不到，帮助我安乐死。不行！只有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。我们还有希望啊！我会找最好的医疗团队来帮你治疗。
我太爱你，不能失去你。只要你能呼吸，每天我都会珍惜。请你也为了我，不要放弃还能够拥有的每一天。你那样的爱，是自私的爱。如果你真的为我想，你就应该成全我，帮我结束我的生命。我会看清你。如果你让我变成不能行动、不能唱歌的我，我会恨死你。不行，只要还活着一天，我们就有希望一天。如果你都死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能让你安乐死，我要让你活着，活着，为我们两个人活着，知道吗？活着。我只好自己结束自己。Angel，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冲动，你听我说。Angel，不要冲动。Angel，你等等我。Angel，不要跳 ，Angel。Angel！ Angel， 我自私，我混账。但我没有办法失去你，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！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放弃，不可以放弃，我不允许！天哪！我要他！我要他！我要他！这是一个开始。从此以后，只要 Angel 有机会，他就千方百计地想结束自己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必须24小时看护他。我哥请了医生和护士，但是依旧危险重重，好几次都差点发生无法挽回的悲剧。Angel， 他一次又一次的寻死，用最强烈的句子刺激我，希望我能帮助他，帮助他结束生命。就在古堡楼上，他的房间里。为了成全他，我几乎掐死过他。但是到了最后一刻，我还是做不到。那时媒体依旧追逐着我们，想拍到我外遇后的 Angel。古堡附近都是狗仔队。有一天，我苦苦地哀求 Angel， 你再给我3年好不好？不要千方百计地寻死了。如果3年后还没有新药，我一定帮你安乐死。
哪怕我要去坐牢，我都不在乎。但是你再给我3年，答应我好吗？可是这3年间，我一天天变坏，大家追着我们，我根本无处可逃。总有一天，人人都会知道我变成一个木乃伊。我不要这样面对大家。除非怎么样？除非大家以为我死了，不会再追着我拍照，追着我写我。现在就死了，这相当有难度。你太有名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不再一心寻死，我什么都可以尝试。这件事确实有难度。我虽然答应了 Angel， 但是一直无法做到。直到8年前，海面飘来一具无名的东方女尸，当时偷渡的人很多，淹死的也不少。于是，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。那具尸体已经被鱼咬过，面目全非。Angel 取代了女尸，没有人怀疑。这就是你去过的墓地，看过的墓园。当时，安哲的事情闹得很大，甚至有粉丝到古堡里来举牌子，和你一样，要求我哥付出代价。但是我哥却一直守护在安哲的身边，安抚他的情绪。不过安哲确实不再闹自杀了。他不再闹自杀，是因为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他连笔都拿不住了，却还想写信给他的3朵小花，笔迹全部颤抖歪斜。后来他不能走路，坐了轮椅，他根本没有能力去自杀了。一晃眼3年过去，又3年过去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失信了。我仍然没有办法去杀死他，我做不到。现在他不说话了，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哀怨的眼神看着我，用茶叶来表示他的无助。这就是我哥跟安哲之间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都是真相，都是事实。我们古堡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死忠分子，进入古堡的医疗团队也都签了保密合约，大家苦苦的保守秘密，保护安哲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哥答应了安哲，让他在世人眼中死去，他做到了。为了他，创办了东方艺术学院，来培养中国的艺术天才。因为安哲说，他有3朵小花，都是天才。我哥也做到。经过这些年，我哥的背叛渐渐被人们遗忘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黑天使从国内飞来，直接飞进了我们的学校。Angel 一直恨我，恨我用我的爱拘禁了他。这些年来，我又靠什么活着？我每晚幻想他能说能笑，在花园里跟我跳舞。你是火花，你来烧毁一切。
那么你就烧吧。人生对我或者对 Angel 都够残忍了，你要烧就烧，但是你何忍去烧毁齐飞呢？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逻辑呢？我知道，我毫无逻辑，我是个白痴，我自以为是，我该死。你们兄弟现在要怎么对我，我都无所谓了，因为我的心真的好痛。我知道，不管我现在说什么，在你们面前都是错的。我确实也错，大错特错。但是我只求你们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。赎罪的机会？是。我今天看到雪花，她眼里写满了让我死，让我死。我是她的火花，我能读出来。齐教授，齐远，我的姐夫，求你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。你去告诉他，我来了，火花来了。你去告诉他，我要见他，看他愿不愿意见我。哥，她是Angel的小花。她是Angel心心念念的小花。我记得以前大夫说过，也许Angel她撑不了3年，但是她撑到了今天，也许就是在等她的小花。她跟她的火花之间，或许有着我们无法了解的沟通。是，只要你让我见雪花，我一定可以燃起他求生的意志。你让我见他，你们都知道，精神的力量有时不是远远超过医学了吗？齐教授，齐远，求求你让我见他，只要燃起他求生的意志，我们就还有希望，不是吗？你们不是说那个什么瑞士还在研制新药吗？哥，你去问问他，看他肯不肯见他。对，去跟他说，火花这个名字就是他给我取的，他亲口对我说过，我这朵小火花会给他温暖，会给他活力，我绝对不会伤化他的。我去问他。你起来吧，别跪我了，去把眼泪擦干，洗洗脸，手洗干净。如果你要碰他，不能带一点细菌给他。好，我马上去洗脸洗手。Angel， 我想带一个礼物给你，又怕你受到惊吓。现在，我还是想把这件礼物带到你的面前来，
因为它太珍贵了。不知道现在的你接不接受？这个礼物是你的火花，火花。你还记得火花吗？这个火花，他说他想要见你，你愿意见他吗？他说他的名字是你取的，你对他说过，他这朵小火花只会让你温暖，充满活力，绝对不会烧化你的，是这样吗？它是不是你的3朵小花之一？那么，你要见他吗？那好，我就带他来见你。你要维持心情平静哦，千万不要激动。好，你可以进去了。他会用眨眼来表示意见，眨一下表示是，眨2下表示不是。他还是有触觉，只是他会感觉是被绑住的。你不要太激动，也不要让他太累。我跟齐飞会在你旁边，医生也会在旁边随时待命。万一情况不对，就赶快出去，知道吗？10年来，这是第一次尝试。我们走吧，看看这位小火花有什么能耐。Angel， 你看到了吗？我把火花带来了。雪花，我是火花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要怀疑，我真的是火花。我长大了，不再是那个7岁的小女孩了。花心4朵花结成姐妹花，浪花、火花和烟花都有雪花爱着它。我就是那个被你爱着的火花呀。花心4朵花结成姐妹花，浪花、火花和烟花都有雪花爱着它。花心4朵花结成姐妹花，浪花、火花和烟花
是，我是火花。哥，他说话了，他在喊火花。雪花，你给我写的信，我前一阵子才收到。我来的太晚了。这些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知道你怎么样了。现在看到活着的你，我真的太兴奋，我太激动了，激动的不知该说什么，因为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讲，我不知道要先说哪句比较好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对不起我们，你一直都记着我们。可是，我和浪花还有烟花分开了，我没有找到他们，我先来找你了。现在我找到你了，然后我会再去找浪花和烟花。你一定要坚强，要等我们，我们花心思多花一定会重聚的。不要说你等不及了，你等得及。我们4朵花一定会再团圆的。雪花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对我们3朵花说过，我们都是无根的花，没有父母，所以我们要坚强，要挨过风霜，不能投降。你还记得吗？这都是你教给我们的，我一直都记得。每当我脆弱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你，想起你跟我说过的这些话。雪花，是你，是你一直在支撑脆弱的我。他又在说让我死了。哥，让他的小火花去跟他说，我们不要打扰他们。我知道，我懂。这样一个不能行动、不能唱歌的你，比死还痛苦。我懂，你的起源更懂。但是你的心还能唱歌，你的心还能爱我啊！你看到我，有一部分的你已经活了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
我是你的火花，我来了，浪花和烟花也都会来，所以你不可以放弃，你不可以投降，你不可以对我们3朵小花失信。我们打过勾勾，盖过章的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来到法国，这一路找寻你的过程中，把自己弄得满身伤痕。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，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没有放弃。我现在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受再多的伤我也无所谓，只要你活着，只要你活着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对不起我们，你不要失信于自己，你只要接受自己的信念，接受你给我们的信念就好了。我知道你累了，你太累了。记得以前，每当我睡不着觉，或者是做噩梦，或者是太累了的时候，你都会唱歌哄我睡觉。如果现在你累了，就让自己睡一觉，醒来就什么都好了。记得当时年纪小，你爱唱歌，我爱笑。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，风在林上，鸟在叫。我那天就笑了，他已经10年没有笑过了，只有眼泪。3年没有说过话，现在他说话了，他也笑了。精神的力量真的是太大了，他的火花来了，他的生命力也跟着来了。叶凡说的对，他是燃烧的，他有热力，他给他温暖，他给他活力。安卓小姐该去做康复练习了。等一下，再等一下。好了，快点吃吧。叶帆，经过今天病房里的一切，我也终于了解火花对雪花的爱，还有你为什么变成黑天使。由于你的误解，你把我的学校弄得乌烟瘴气，把我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。不过即使如此，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把你当成囚犯，只能把你当成贵宾。我真的很高兴你会这么说，是囚犯还是贵宾都不重要，只要能唤起雪花的生存意志，这比一切都重要。我知道你哥已经对我心软了，你呢？
赶快吃点东西吧，我不想看到你憔悴的样子。既然你已经不是囚犯了，就继续享受你贵宾的生活吧。我这段日子也过得太累了。我和你没有共同的童年，就算你唱《梦里花儿落多少》，对我也没有意义。